那个宏大的蓝图里，你通常不是那个下棋的人，你只是那个用来填沟壑的代价。1900年的德国，空气里只有2种味道：汗水的酸臭味和钢铁的铁锈味。在鲁尔区的工厂里，数百万工人像牲口一样被塞进出租营房，那里没有阳光。一家6口挤在15平米的屋子里，每天工作12小时，换来的钱只够买发霉的土豆。照理说这里应该充满愤怒，但奇怪的是，如果你走进满是烟雾的工人酒馆，你听到的不是对老板的咒骂，而是近乎疯狂的嘶吼。工人兴奋地盘论着，听说了吗？我们的新战列舰下水了，比英国老的还要大。这是一种极其荒诞的现实割裂，肉体在阴沟里挣扎，灵魂却在公海上称霸。这种集体性的颅内高潮掩盖了生活本身那令人窒息的绝望。这并非偶然，当时的德国精英们面临一个巨大的恐惧：社民党在崛起，工人在闹事，如何防止他们掀翻桌子？于是他们告诉工人们，你为什么穷？不是因为容克地主霸占了土地，也不是因为克鲁伯老板克扣了工资，是因为英国，是因为那个贪婪的邻居霸占了阳光下的地盘，抢走了本该属于你的财富。英国佬实在是太可恶了。于是那艘停在基尔港的战舰不再是一堆冷冰冰的钢铁，它变成了一个图腾，它承载了德国底层人对美好生活的所有幻想。只要打败英国，我就能过上好日子。1897年冬天，外交大臣比洛在议会喊出了一句让全德国热血沸腾的口号：我们要为自己争取阳光下的地盘。威廉二世更是读了一本美国人写的毒鸡汤，印了8000册，塞进了每一个德国议员和军官的手里。这本书叫《海权论》，书的核心逻辑简单粗暴：谁控制海洋，谁就是地球酋长。威廉二世从小看着英国外婆家的无敌舰队流口水，在《海权论》里，他找到了治愈自己的方式。他觉得只要我也造一对大船，我就能像英国表哥一样威风。既然要造船，钱从哪来？理由是什么？留着大胡子的海军大臣提尔皮茨登场了。他发明了一个听起来很高深，实际上很中二的风险理论。他表示，我们造不出世界第一的海军，但我们可以造世界第二。只要能造出世界第二，虽然打不过英国，但只要我们强到让英国人觉得打赢德国需要付出沉重代价，为了避免风险，英国人不仅不敢打我，还会跪下来求我做盟友。听起来貌似很有道理，而德国的民众们也觉得十分靠谱。然而有道理归有道理，可是造一支世界第二的舰队要多少钱呢？那是天文数字。1898年、1900年、1906年，一个个海军法案像吸血鬼一样抽干了国库。钱不够怎么办？就加税。为了讨好容克地主和工业巨头，政府不敢动富人，只能动穷人。高昂的关税保护了地主的粮价，却让底层百姓连黑面包都吃不起。庞大的军购订单让克鲁伯工厂赚翻了，但工人的工资涨幅却被通胀吃得干干净净。这时皇帝对着饿肚子的百姓们说：看那艘战列舰多威风，那是你的骄傲。德国工人们看着那艘钢铁巨兽，那一瞬间他忘记了自己的饥饿，产生了一种幻觉。但他不知道那艘船的每一个铆钉都是从他牙缝里抠出来的。德国人的算盘打得震天响，结果如何？1906年，英国人造出了划时代的无畏舰，一夜之间把德国辛苦攒的旧船变成了废铁。提尔皮茨红了眼，大声疾呼：跟，加钱也要跟！这一下子变成了一场没有终点的赌博。这时候的德国已经骑虎难下，如果停下来，那就承认之前的钱白花了，面子也没了，百姓会蠢蠢欲动，因为那些都是德国百姓的血汗钱，那就只能把英国人逼成死地，直到双方在战场上兵戎相见。然而十分讽刺的是，1914年，当战争真的爆发时，那支耗尽了德国国力，甚至牺牲了无数家庭幸福才造出来的大洋舰队根本用不上，甚至不敢用。当威廉二世站在皇宫阳台上号召大家为了德意志走上战场时，底下欢呼最热烈的正是这群住着租赁兵营、吃着土豆、睡着轮换床的工人们。他们以为战争是改变命运的机会，是通往阳光的出口，但这场大战带给他们的是无尽的灾难。士兵死亡总人数约240万，受伤士兵约420万，平民因为英军的封锁导致约70万活活饿死。而德国的容克贵族们由于垄断了德国的军官团，所以他们也付出了惨重代价，但也带来了更多的权利。这种权利在1916年达到了顶峰。而最终全方位360度无死角赢麻的就是德意志内部的资本家与工业巨头们。克鲁伯公司利润从1913年的3000万马克暴涨到战争期间的数亿马克。斯廷内斯公司借着战争大发横财，收购了无数濒临破产的中小企业。最为讽刺的是，这两个商业家族是日耳曼血统最纯正、地位最显赫的德意志老牌工业贵族。